房是保命符，租约到期，房东就能进屋，一个 move 直接吃刑责哦。先说结论，租约到期也不代表你可以直接开门给他走进去哦，甚至有可能会让你吃上官司，还是要看呢、就是这种状况百百种，看什么？看法官怎么判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土方新制超级贵，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走进房客的房子你就有罪哦。这次我们来聊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房客开门瞬间跟进屋，房东说谈事情，法官说侵入住宅有罪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位房东跟房客双方因为租赁纠纷哦，协议提前终止租约，所以出事的时候，租约是已经宣告终止了哦。然后他们本来是约在大楼1楼谈判，然后有欠租金什么的，但没有达成共识，房客就直接返回他的那个房子嘛，租屋处嘛，然后房东就跟上去。并且趁房客开门的时候冲进去，房客直接报警哦，说要告房东这样。上法院的时候，房东就主张说，我就觉得房客有吸毒啊，精神异常啊，安诺，所以他才会跟进去。那最后结果就是法官说，房东的行为已构成刑法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无故侵入住宅罪。但考量只是为了要处理租赁纠纷，并不是恶意滋事他就量处罚金5000元，可折算劳役。这个事情相当严重呢。你那个房东当一当，人家欠租你这个房东结果搞到怎样，自己背一条刑事案件呢？这很夸张呢。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东会出事。我们要先来讲一下刚才提到的刑法第306条，字很多我就不念了，反正他就是在讲说，如果你无故侵入住宅或是建筑物，那就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所以严重起来可以怎样？把你抓去关，就是这么严重。为什么租约都已经到期了房东只是走进房客玄关就直接就吃一支刑事嘞？是因为当时的房客居住事实还没有被消灭，就是房客的东西都还在里面也还在那边睡，所以法律就认定说房客仍然有居住事实。那有居住事实的话，他的居住安宁、他的人权就要受到法律的保障。白话讲就是他说你不能进来你就不能进来，你硬要进来他就可以告你。那你说我们的合约都结束了对不起你要走存证信函去宣告安诺，这又是另一套复杂的流程你可以去看我另一支影片叫做房客欠租2个月这一支影片我有特别解释过，说我跟你说法律就是很保护租客，谁叫你有房子，你是房东，你是优势方，所以他就是保护租客弱势方这样结果遇到阿萨布鲁的租客不好意思，房东现在蛮倒霉的。所以我就说嘛，你就是要整理房子，拉高租金，透过高的租金去筛选房客。我跟你说，租金越低的房子，房客越乱七八糟那你处理的这些成本就会猛爆性的喷出来。那你拉高租金以后，几乎都没什么事情。你如果是做房东的话，真的是要自己小心一点。最后你要知道，怀疑房客违法，你也不能自己闯进去那我们也讲一下说，房东上法院的时候，他有提出一个说法，叫做他怀疑房客吸毒。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猜这是有人指点的，因为依据土地法第100条第4点承租人以房屋供违反法令之使用时，出租人得收回房屋，所以他就用这个去凹他有吸毒，所以我才进去的之类这样，看法官能不能接受。那如果法官接受的话，他就没事了。结果是他没办法拿出人家吸毒证据，所以法官不予采信。我这边也要讲一下，如果你真的遇到房客吸毒怎样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自己去敲他的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报警，打110跟警察讲里面有人正在，不是说怀疑，是正在吸毒，让警察来判断让警察来处理。因为进入住宅调查的这个权利警察才有不是你的，你是房东而已，还是你的职业就是警察我不知道，不要再拿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刁钻问题来考我了。总之就是你去敲他的门到时候那个吸毒仔神志不清，拿刀要追杀你，你又怎么办？你就是报警就对了正在的时候去报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一则房东因为闯入房客住处而触法的案例。这是比较特别，是明明租约已经宣告终止，但房东因为闯入玄关就吃了一条刑事。我们先分析背后的法律逻辑，重点是就算租约已经结束，只要房客还实际居住在这边，房东未经允许闯入，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刑法第306条的无故侵入住宅。另外，即使你怀疑房客违法，你也不能自己闯进去调查，正确的方式是先报警再说让警方依法处理。
结论就是，如果你遇到房客争执之类的问题，我建议你在起冲突之前先跟律师询问一下，不然你像刚才这个新闻里的房东人家欠房租就已经在衰了，结果还被人家告被欠你钱的人告，然后告了他还告成了，你又背一条刑事责任是很冤枉的事情先咨询律师。最后我想问你，你猜猜看以下哪种行径最可能让你背上刑事责任？A. 房客欠租二话不说直接换锁让他进不去。B. 把房子租给八大C. 断房客水电租以上皆是。对那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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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抛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保障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74%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先讲这个房客欠缴嘛，然后房东闯进去嘛，然后结果房东被告还吃了刑事责任然后我还要找到一个新闻蛮酷的就是把房子租给八大会被判刑，你知道吗？还有这种事情，那关我屁事，对不对？而且说这个是很常见的行为就是房客是本国人，但是承租的房子里挂羊头卖狗肉，以护肤为名，SPA 为名，行俗称全套或半套之性交易之时，重点房东如果知情，就有可能涉及刑法第213条之图利使人为性交或猥亵罪嫌，最重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哇靠！我们房子就租给人家，然后人家拿去开个半套店打手枪的店，然后我最重我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这不是很夸张的事情吗？现在法律就是这样一面倒的偏向租客没办法，左派嘛，正义嘛，人权嘛，就是这样没关系我们等社会住宅自己吃苦头，吃好吃满以后自己就会修法了。痛没有痛到政府身上的时候，他都不当一回事。然后你房东你有钱你怎样？社会住宅你以为大家都这么乖都不欠租大家都准时缴租金你以为大家都没有在里面做营业行为你以为大家都没在里面吸毒拉 K 什么丧尸烟弹那可怜，等痛回政府自己身上造成他们巨大的行政成本，他们自己就去修法了我们就等这个就好了。
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写的房东如果知情，就可能涉及刑法第213条，最重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是检察官写的他在台湾司法人权进步协会检察官讲的，你看，然后说常见的情况，你看在该位检察官手上，他侦办过多少起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我现在看起来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人家开就开了嘛，人家总不会说房东，我要开个半套店那你可以来你来的话我们给你5折，我靠，你就知情了那你怎么办所以通常大家是不会讲，他如果要做违法事情，他怎么会讲？就不讲不讲你也不知道，才会没事，你知道？然后后来被检举，是我不知道呢，好。这不是在教育我们房东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样？要先来个1问3不知吗？不然他妈我知情，他打电话来说要给我优惠，因为我是房东，然后最终我就被判5年了，什么东西呀？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